大家好，我是涛涛锟锟。这个月给大家带来这套深渊百夫长，又名手坑百夫长的卡组教学。顾名思义，这套深渊百夫长的构筑又加入了深渊兽来提高卡组上限，而且有比较高浓度的手坑，先手后手都有比较稳定的胜率，后手也不至于压力山大。和之前介绍的那套超重百夫长先手斩爆很不一样。这套是一个中速 B 的卡组，就是先手中场2到3个阻抗，外加手坑和深渊兽联防，然后通过百夫长和渊兽系统源源不断的续航来耗死对手。那有小伙伴会问，那这套深渊百夫长和超重百夫长比哪个强呢？这套深渊百夫长由于费件少，手坑浓度高，所以下限比较高，所以先后手胜率比较平均，大约先手胜率60%，后手胜率50%。而超重百夫长先手压制力强，展开吃坑韧性比较好，先手只要不吃技胜率很高，先手胜率大约有70%左右，但是有一定的费件量，手坑浓度也比较低，后手经常汗流浃背，后手胜率估计只有40%。如果先后手概率一样的话，总体来说两套卡组胜率是差不多的，但是两套卡组都有一个共通的缺点，就是贵。无论加入深渊轴还是超重轴，卡组 U2 数量不少，但是强度还行。好的，言归正传，我们下面正式进入卡组教学的部分。深渊百夫长顾名思义，卡组有2个轴，分别是百夫长轴和深渊轴。我们先来看百夫长轴，百夫长是卡组的主轴，有12个单卡动点，分别是重骑士、从骑士、场地和誓言。这12张动点都是要下满的，这应该没有什么意义。我相信单卡效果大家都比较熟悉了，这里我就不介绍了。真理6和石像鬼2个8星，我还是觉得2个都要带上，一般前2个回合都能调度到，也不怕后面抽上来。而且单誓言做双要变需要用到2个8星，我觉得还是带上舒服些。还有一点就是，如果只带1个8星，万一上手了，重骑士展开有点不舒服。而且真理6可以给场地丢木，感觉带2个8星是利大于弊。陷阱带了2个魔防阵，因为有时候先手做场会用掉1张，没有选择反击的原因是先手中场不一定有后场可以 cos， 反击比较难用就舍弃了。觉醒带1，觉醒是展开必要组件，也可以作为补点。前半感觉必要性不是很高，不但续航也够，所以就没有加入构筑。百夫长轴一共17张，12个动点互为补点，操作简单粗暴。接着我们来看深渊轴，深渊兽我带了3只金龙，1只马格巨龙，1只德鲁伊林虫，1只巴尔特雷克和绿阵。我实战下来发现金龙非常期望上手，而且金龙上手可以把场子做很大，而且金龙可以调度副烙印，所以我含泪合成了第3张，1只马格巨龙，1只德鲁伊林虫，没什么好说的，2只都限1，只能带1。第3只巴尔特雷特可以被天球拉到场上作为一个阻抗。3只深渊兽先手抽到可以提供一个场值，可以把场做得大一些。马格巨龙和绿阵可以回收墓地的深渊兽，所以带3只就基本可以做到无限循环。好的，深渊轴一共7张，其余卡牌都是手坑和后场结场牌。接着来看手坑的选择，3技、3灰、2笑遮、3泡影，这些都是常规泛用手坑，就不多说了。另外还加入了1张幽鬼兔，目前环境幽鬼兔的作用比陨石还大，能炸鱼贝尔和速生的绿阵。百夫长下级炸 IP、炸蓝狗、炸小叶都行。然后是3指，因为百夫长展开比较僵硬，很需要3指来护航。最后卡组我下了2张后手大牌，它们分别是1张3战和1张技能吸取。3战打一些有神功作为中场的比较好用，例如鱼贝尔和蛇眼阎王，牛到神功大概率能破场。技能吸取对于我们有3500打电的卡组来说，斧王对决也没问题。而且如果你能在开技能吸取之前做出要变，那要变还是能康对面，很赖皮。我们再看额外的部分，卡位其实挺宽松的，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调整。鲜花、双翼、3条大龙、3个骑士皇应该都很好理解。深渊神兽是金龙上手后的终端，天球和 IP 是先手做场根据不同手牌选择的终端，其余卡位都是后宫解场卡，包括提风、岩兔、伪魔少女和小叶，大家可以根据环境自由调整。岩兔和伪魔少女都是出小叶前置用的，岩兔可以转化任意通照手坑，伪魔少女可以用重骑士或者笑遮出。
实战下来，有极少量对局需要第二张的小叶，可以考虑沿兔的位置换第二张小叶，大家可以看情况调整。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卡组数量和抽牌概率，这套构筑是要尽量压40卡的，最多不要超过41卡，因为百夫长12张动点，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。先手抽到至少1张动点的概率有85%，先手抽到2张动点的概率是46%。换句话来说，就是有15%的概率棋手没有动点，接近50%的概率棋手只有1个动点，很容易被人单手坑打停。当然，你手上大概率也是手坑，那就互相伤害吧。这就是 beat 卡组，所以棋手全是手坑，不要觉得惊讶。我们卡组费件很少，抽上来的牌大概率都是有用的，所以不要太早放弃。如果想扩大先手场的话，可以考虑加入2张苹果龙。这里先不过多的讨论苹果龙，我们下面先来看看总结这套深渊百夫长的所有实战 combo， 之后我们再来看苹果龙的构筑和加入苹果龙后的做场 combo。之后会发实战来让大家感受一下卡组强度。百夫长单卡的做场在之前的超重百夫长的视频已经展示过了，这里就不再重复。想复习的小伙伴可以回到之前的视频观看。下面的 combo 都是加入深渊兽后的2卡展开 combo。好的，下面进入 combo 展示。
大家看完前面的做场，觉得够不够赢呢？如果还想扩大先手场的话，可以试试加入2张苹果龙的这套构筑。苹果龙可以提供2次2星调整，这正是百夫长目前缺少的调整怪兽。而且苹果龙是一张优质的给场地丢弃的卡。后面的 combo 我会展示场地丢苹果龙和不丢苹果龙的做场思路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由于加入了苹果龙，额外加入了8星的混元魔神，可以4+4或者2+6同调出，作为后手结场用。但是苹果龙的卡位是原来的手坑位，大家可以看完后面苹果龙的 combo 再决定值不值得投入。严格上来说，苹果龙先手可以提高上限，后手能配合深渊售出混元魔神结场。我觉得牌效和手坑或者后手结场牌差不多，大家可以自己斟酌。好的，下面上苹果龙 combo。
大家看完觉得苹果龙的 combo 怎么样？展开比较推荐场地丢苹果龙的方式，因为这样相当于不亏卡，能保留手上的手坑。深渊百夫长和超重百夫长都有竞技能力，2套卡都有人带去打比赛，2种不同的风格，看你喜欢玩中速 beat 打续航耗死对面，还是喜欢玩斩爆卡组，一旦展开就不让你玩游戏王。好的，这就是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如果有帮助到你，请帮忙点赞3连加关注，感谢。